嗨，各位观众老爷，大家好，我是小北。过去啊，国内苦四缸久矣啊，所以这2年四缸车热度都挺高的哦。今天我们测评是春风带来的他们家第2部四缸车750 SR-S， 一听就知道这750排量的四缸嘛。既然是个四缸车，大家对四缸的排气音应该挺有兴趣的。我们开场先来听一个四缸的排气音。我觉得这个车的排气音挺纯粹的，比较低沉，比较好听，杂音也比较少。怠速。3000转。好，5000转。侧方力，怠速，3000转，5000转。但是它这个命名规则很奇怪啊！哦，以前他们就叫 SR。现在又多了个杠 S， 有点搞不明白这命名规则是什么了。这个 S 到底是 Street 呢？街道呢？还是 Sport 运动呢？还是 Surprise 呢？惊喜呢？不知道。但春风自己给 S 的定义是比较奢华的意思哦，其实有点搞不明白。就他们的调教来看啊，包括马力的调教啊，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比较偏街道运动的车，不是偏赛道竞技的车。那大家知道，赛道竞技可能要求更高的马力，可能低转就没那么好用。那你如果要往街道运动调教呢，一般会把马力降下来，让整个低转的输出更线性。那至于这个车能不能符合它的定位，以及它跟过去他们家自家的车，或者是国内相同的竞品相比，到底有什么优劣势呢？我们这次的测评同样加速会做，油耗会做。跑山也会去跑，包括这个各档油门开度的响应啊，都会实际拍给大家看。哦，转多少是多少。以下就看我们今天的测评哦。试车史今年总把新车换旧颜，观众老爷能容我不食人间造孽钱。又到了无聊细部配置时间了，来先看一下750 SR-S 的外观了。我觉得这个角度特别好看。我们摄影摇一下这个角度啊，这一个大概30度左右，侧30度左右，这个角度特别好看。为什么呢？因为它整个就是很流线型。是不是整个很流线型？包括这块壳的处理也好看哦。如果不太会处理，可能会一整块大块壳嘛。它这里壳做个修饰啊，包括到后面的排气管啊，造型很利落。但它是用什么换来这个造型利落？我觉得啊，这个风挡做了很大的取舍。它如果风挡加高其实就没有那么犀利了嘛，就不那么流线了嘛。但事实上啊，我是觉得这个风挡要加高才真的好用啊！它现在风挡做这么低，外形好看，但我们实际骑上去第一视角不好看。第一视角真的觉得风挡好低，然后你平常正常骑姿的话，风就撞到这里。一会去示范骑姿，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角度特别好看，因为它是4出排气，这个斜后方45度角可以拍到4出排气的这个角度也特别好看。哦，可能是因为我的审美啊，我小时候是受到那种特色片假面骑士他妈6出排气啊，就觉得这种多出排气看起来就很威。我们小时候如果没看过特色片的话，可能就没有这种感觉。但我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人我们多聊一下这个排气吧。就这个车在还没骑到以前，我看很多友媒在批评这排气，说什么哎呀四缸你做4进1再出4毫无必要，就是每个都是他妈机械设计专家，说什么你做4根还是徒增重量，不如做1根大根的，也有这种说法嘛。但我个人是对这种说法是嗤之以鼻的。我觉得帅是最重要的真的帅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你如果要批评，就应该连以前力1000 4根排气你都要一起批评嘛。你不能说只批评国产车力1000就超帅，国产车4根就不行。
然后4根是不是会影响重量？我觉得也是有疑虑的啦。啊，比如说又要说我那部铃木隼了，单根好大一根，哦，你还不如改双根。双根我们测试减了8公斤哦，因为材料不同嘛。你在没有实测它到底是单根大支比较重，或4根大支比较重的情况下，其实 PPT 是不太好下判断。那总之，我个人认为这4根排气看起来是帅的。那这个比较高的4根排气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它会烫。哦，这个东西啊，因为我们过去00几年日本有好一阵子流行，比如说 CBR 600是尾排嘛，然后 FZ6也是这种放在这里的排气嘛。那车我都骑过，那一种车其实啊，跟官宣一样，它怠速的时候并不会很烫。就你如果是 slow 让它运转的话，你脚靠的其实都还 OK 哦。但是这样设计的排气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比如说你1万转时速200在跑，这里就会巨烫无比，因为这里不撞风啊。我过去的经验是这样啊，低速没问题，但是高速这里会巨烫无比，高转速的时候。因为主要还是撞风的问题嘛，它前面水箱能撞风，所以越高速它水箱水温其实不会那么高。但是这里在高速的时候不撞风，但是转速会导致它热量累积起来，所以这样的设计会导致一个是你骑快后面载人，尤其高转速后面载人，后面的腿会很烫啊。然后另一个问题是，你高转速的话，后面如果挂马鞍包，可能马鞍包会烧掉。哦，这是我过去骑日本车尾排的经验啦。当然，春风的我们没有试，我只能就过去的经验跟你们说。好，来看前面，刚刚说完整个侧置角度跟后置角度都挺好看的，但是前面这个角度我就觉得比较一般。前面的角度就觉得有点车头被拍扁的感觉，对不对？这是我个人的审美啦，就摇给大家看嘛。来看到后视镜，后视镜跟之前的675结构差不多，一样是有个段落感可以调的，然后这里可以折上去，然后这里可以折下来，就这样，然后定位就是很明确，到这里就定位定住了，但这个不是内可调的，不是内可调的，所以我对它用久了以后会不会松掉，我是有疑虑的啦。当我们骑车没用那么久嘛，我只是对这个结构有疑虑，那松掉这应该有个螺丝可以紧，那我现在是比较喜欢内可调的，它的方向灯是整合在后视镜上面的，我个人也比较不喜欢，因为我是会觉得，经常说的嘛，我觉得摔车的成本比较高。当然，它如果零配件卖的便宜就无所谓，它如果卖的比传统后视镜贵，这就是一个槽点。来，接下来我们看它亮点，三角台非常好看，质感特别优秀，我应该要用特别优秀来形容，哪怕跟进口的比。你去跟那个什么 R1 的三角台比，那肯定比 R1 的好看非常多，这有一说一。另外，它所谓的奢华配置啊，春风官宣 SRS-S， 最后那个是奢华，我觉得奢华是体现它的仪表板，哇，它仪表巨好。一会儿第一视角再实际给大家讲一下仪表的功能嘛。它为什么好？首先它显示的细另外它的黑是纯黑，我看国产很多仪表黑都没有办法做到纯黑，都是有点像漏光偏白那样子。这个是真的做到纯黑的黑，仪表非常漂亮，而且这好几组都可以自定义，到时候第一视角再展现给大家看，这里不多说这里配一个 damper 等级不是很高，大概是有23段可调但是这种入门级的 damper 我总觉得呀，比如说调到10段之后到20几段，你就觉得都差不多硬了，可能前面还调得出一点感觉但是你过了10几段到20几段，其实都调不出什么感觉，就是死硬。这个是基本上入门级的 damper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来，这边有个充电接口，我们实测它的 PD 接口。输出大概是20瓦，也算是目前的主流水平。刚说仪表可能算它的奢华配置吧，毕竟仪表赢其他车厂嘛。那其他还有什么奢华配置？我实在找不出。它没有加热手把没有屁电加热，没有电子减震这些可能算奢华配置的都没有但它有一个东西勉强算奢华，就是免钥匙启动。免钥匙启动有几个解锁呢？一个是
这里有个 NFC， 那这个 NFC 呢，就是你只要用这个卡片轻触，它原厂给你2张嘛，轻触在这里，它就过电了，就相当于钥匙启动了嘛。但是它这还是有个 bug， 就这个东西离车太远，它并不会警示说这个东西已经离车了，所以有可能摩旅的时候这个揣兜里掉了不知道，还继续骑。那万一掉了怎么办？这是没有钥匙解锁的，它有手机绑定，你用手机的 app 绑定它的车架号，注册了以后用手机可以直接解锁。那万一手机跟钥匙都掉了呢？它还剩最后一个手段是密码解锁。哦，它可以在没有断电的情况下，长按开关键就可以显示输入密码。那它是4位数嘛，9999组嘛，啊，但是也有一个疑虑就是。你如果停在外面，别人会不会一直试你的密码，试一整晚把你的车骑走呢？有这个可能性哦。但是因为有9999组要试很久，另外它只允许输入3次，如果第4次了以后，它就要多久以后才能再输入第5次哦，所以也还好吧。接着我们再往下看，坐垫看起来质感还不错吧？这也是所谓官宣的奢华。也就那么一回事啦，就是有下功夫。然后这一次的漆水同样很好，看一下哦，春风的漆水目前国内是 T0 级别，T0 级别，除非你再找一个国产车厂差不多的，我认为是 T0 级别。看一下骑乘姿，如果要完全挺直上升骑呢，大概离车把的距离是这么远，这个并不算非常低哦，还是偏高的一个车把，比较考虑到走街行驶的。那正常骑姿就是这个样子。我身高178公分，双腿还略有余裕，坐高也不是特别高，打在这里。我们实际刚刚去跑了趟山啊，油箱夹持感挺好的哦，然后做摩吸的动作也不会卡哦，这里的空间做得不错。那唯独就是这个风挡啦，就低视角还是太低，刚刚说过嘛，我要完全趴车的话，其实不太趴得进去。我个人是认为，它为了整个外观的流线，去舍弃了它的机能性，可以看得出来嘛。那平常这样骑乘根本不可能有挡风效果啦，风大概都会引到这里来。后面是个封闭式轮毂，这个封闭式轮毂也是网上我看吐槽比较多的，就是感觉像是怎么说呢 ？MV Agusta 的 Rush 做这样可以，但是春风做这样就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是吧？大部分都是这样讲。如果国外车厂设计就 OK， 好漂亮；国内车厂就是不像样啊。那我个人的观感是，我并没有觉得这个东西有给它多大的加分呢，但是你如果不喜欢的话，其实这个是可以拆掉的。这就是3块塑料件，是可以拆掉的那我网上还听到另一个声音是说，封闭式轮毂会导致。侧风的时候车会摇摆，这种东西就无稽之谈了，就纯属无稽之谈，纯属没水准。因为你要是这么一块面积会导致你侧风的时候会摇，那你干脆说跑车比街车执行稳定性更差就算了呀。就比赛的时候车应该都把壳子拿掉，免得侧风会摇，对不对？那个壳子的受风面积可比这个大多了。说到受风面积啊，可以看到前面2块定风翼，定风翼。春风官宣他们是拿去跑风洞的哦，有些国产车厂的定风翼它只是装饰件，它没有经过任何的风洞测试，就怎么好看怎么来。那春风是说他们跑过风洞，时速160公里的时候，这个能提供3公斤下压力，时速230公里的时候能提供6.2公斤下压力。但是我个人的观感是，即便它跑了风洞，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装饰件。因为我不认为所谓的3公斤下压力跟6.2公斤下压力能造成多大的影响。我甚至认为，不管是春风或者是国内所有的车厂，只要你的极速低于250公里以下，这个东西你就把它当成装饰件就好了。因为这个在低速的时候属实没用，而且我们目前在看所谓的世界级的跑车的比赛，绝大多数低于250公里以下的赛车，它都不会去加装定风翼，所以你可以把它视为一个外观件，但没办法，现在流行，年轻人喜欢，车厂是因应市场被逼的，只能这么设计前面这个集气的套件啊，争议也比较大，也有声音是说没必要，这完全是花里胡哨
但我个人觉得，如果你觉得这个没必要，你就把它拆掉就好。拆掉是完全不影响外观的嘛。但是我们其实也见到很多那种杜卡迪啊，买低配的车主，他车其实也没骑得那么好，也没骑得那么快，他单为了让他的车看起来更高档，他也去改了一个这个键。我见过不少这样的车主，买进口车的车主，所以说明不管你用不用得上，这个对年轻的人来说其实是有需求的嘛，不然那些进口车主他不会骑那么慢，又花了几千块，那个东西改几千呢，所以可能国产车厂也看到这群人的需求吧，就你都愿意自己加几千块买一个你觉得没有用的东西，只是外观加分的，那我干脆原厂配给你，你不喜欢拆掉就是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没什么好吐槽的啦。前面 Brembo 卡钳这个 Brembo 比较成熟了，国内应用的比较多。那配了个西护的上泵，怎么说呢？两指能用但是前段仍然没有那么犀利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 ABS 调教跟之前的675不太一样了或者跟他们450 SR 也不太一样。这一次调得更激进了，以前是偏保守嘛。以前不是经常有人说 ABS 就是要防翘尾嘛？这个 ABS 是能翘尾的所以奉劝各位不会刹车的新手，可能不适合骑这个车。你如果刹车就喜欢一把捏死，希望 ABS 让你不翘尾的话，那这个车一把捏死是会翘尾的，它刹车还蛮强。好了，以上就是简单的外观介绍了接着我们就去骑车吧。这春风的4缸新车骑得挺过瘾。当然，我最近入手的神奇小鹿夜猫护颈枕 Pro 也不逊色，帮我解锁了不少在床上耍手机的新知识。它就一个顶，护颈枕加工学腰靠加趴睡枕加拉伸枕，这么全能，到手才268，性价比是真实在。我以前在床上刷手机，翻来覆去换800个动作也找不到支点，还没干嘛就累得腰酸背痛，搞得人兴致都没了。还得是小鹿的7大科学分区加软硬双区设计靠谱。趴上面，下巴往凹槽上一搁，手臂稳稳架在两侧小翅膀上，操作再猛都不怕翻车。135度黄金角贴住胸口，亲密互动的同时，顺便就把僵硬的颈椎给拉伸开了。靠着就像有双玉手在后面拖着似的，该撑住的地方绝对一点不虚。躺下来也不用再梗着脖子硬扛，杜绝手机砸脸、眼睛斜视的惨案。困了直接往下一溜 ，QQ 软软的记忆棉慢慢回弹，全方位轻柔包裹，正躺侧躺。头颈肩都在一条线上，贴心照料一整晚。第二天起来比喝了那10拳大补汤还精神。头套还是7A 级抗菌的 A 链面料，亲肤又爽滑，立体发泡供应内芯，排湿更快，保持整夜干爽不是梦。喜欢的可以评论区领我的专属优惠券，现在双11活动叠加大促，入手就是全年最低价，还有2款配色可选，福利售后都给力。兄弟们别犹豫，这长夜漫漫就得配个懂你的枕。来拍段春风750 SR 的第一视角，来看一下三角台很漂亮三角台应该说非常漂亮吧。前面附了一个防甩头是23段可调的，也是一个基础防甩头。老一套的开关键，这套开关键好用，逻辑很好啊，返回、进入、上下就这样的逻辑。前叉这个是全可调的现在全可调也比较多，这一个充电接口。西护的油壶看的也比较正经嘛。这个仪表特别漂亮一会给大家看一下这仪表开一下机。仪表特别细致，跟其他厂家比起来，感觉不是同一个世代的，而且它的这个拍不太起来，但是这个黑特别的黑。黑特别黑，有些厂家的黑看起来有点灰，就没那么纯。这个黑非常的纯它这个仪表有个特色，下面这个是可以自定义的。我觉得自定义很好你不要做死给我我想显示什么资讯，我应该是可以自己调整的嘛。可以自定义的，给大家看一下我进入选单，这个 TC 有2档可以用，就是一个介入比较强，一个介入比较弱。也可以 TC 也可以选择关闭那当然，手机连接导航也是可以的嘛，就不用多说。可选信息这个有点厉害，就我可以自己设定布局然后选单1、选单2、选单3，我可以设定它是什么总里程、平均还有电压，然后
这个都是可以自定义的。那我自己喜欢的这一组是我自己定的，是瞬时油耗、胎压、胎温跟车身倾角啊。那你设定完之后出到主选单，这个就是我自己定义的瞬时油耗、胎压、胎温跟车身倾角，这一会跑起来就会显示嘛，它停的时候不显示。然后这次的倾角这个 sensor 也是我目前看国产算力最强的，我倾斜给大家看啊，是吧？一个是本次通电的最大倾角，一个是现在的倾角，真的是可以一度一度显示的。哦，有些国外车厂大部分它做不到一度一度显示啊，有时候跳3度，有时候跳5度。我上次骑那个张雪500R就是没有办法一度一度显示，算力比较弱，就是算力比较强，很好。然后一会我直接一进位减进3，给大家看第一趟能跑出多大倾角。胎温显示最大的用处是我可以判断我的轮胎有多少咬地力啊，胎温跟咬地力息息相关嘛。然后这个倾角是我可以判断这趟的车身够不够稳定。如果稳定的话，我下一趟还可以加倾角，这也是很好给我们这些喜欢压弯的爱好者一个很好的参考资讯啊。表的屏占比很高，很多车厂喜欢把这些法规需要的灯号啊做在外面，这个是法规硬性规定要的嘛。那它这是整合在里面，导致整个屏占比非常高。大部分车厂会把它留黑边，做在黑边外面嘛，就不好看。赞，给这个仪表点赞。好，发动起来，声音也很纯粹哦。刚刚有录给大家听，那不再录了哦。声音很纯粹，然后这个显示也很细，你看这个，是吧？这动画显示很细仪表大好评。好，接着我们直接骑起来吧。刚刚忘了讲，它这个是支持一键启动的，就你不用长按，稍微按一下它就启动了。再示范一次。这个还比较方便。KTM 现在也是这种做法。走起来，这国产大排量啊，先给大家试油门穿不穿吧。很多新手他控制不了，他就喜欢我们试大排量穿不穿。我们直接一档吧，现在1档怠速对吧？收油，然后1档怠速给油。再来一次啊！1档怠速，收油，给油，穿不穿？当然你要这样乱转，我也没办法可能有些媒体他会这样乱转，然后就说啊，小饼都没说他穿。我们好好转油门，看他穿不穿。全收，给油，好好给油好，低转速域的油门穿不穿试了，接着是中转速域，1档5000转，收油，给油，收油，给油，不穿嘛，就实际转给大家看。但我再重申一次你要乱转的话穿，那肯定穿也就没有人是这样转油门的好不好？哎呀，我最近都被黑怕了，都感觉为什么你炳哥骑就不穿？那其他人就说穿炳哥都不说，不要埋怨了，又在埋怨了，反正大家自己看画面。我也可以把它骑了穿，也可以把它骑了不穿。来试一下3档，一样3档低转速，怠速，全收油，给油，好，3档全收油，给油，可以吧？那你3档要乱转了，又要示范乱转。乱转就这样。来3档，我们再试中转速域，5000全收，给油，5000全收，给油，5000全收，给油，可以吧？油门调的还可以不要乱转就好了。好，我们直接进3试一下快排单向快排，3档勾4档，勾5档，勾6档，没有问题连个咔啦声都没听到。然后我们再试低转速的快排，我先退这是单向的，
所以不能直接踩，要稍微收一下油门，再给一下再踩。随便舔，打回2档，好，是低转速域的快排，是不到3000转吧，2000多转勾，2000多转勾哦，低转速就不好用了，就可以听到咔嗒声，而且有点不太咔的过去的那种感觉，所以建议这个车的单向快排还是要大概5000转左右用，或者5000转以上，它都是好用的单向快排啊，低转速就不好用了。好，我们直接骑起来。前面这个弯一般是会晃进去的，看一下。可以，这减震刚刚都没有摇嘛。以往我们是什么 Daytona 660啊，是什么我的屏幕损啊，在刚刚那个弯都是摇进去的。来，直接做前脚，好骑，这个油门没什么恐惧感哦，刚试出来了，3档全收再开，给大一点，它会有一个咔嗒声，感觉像是链条不够紧的一个咔嗒声呢，我不知道是链条不够紧。刚刚出现了几个，全收再给它稍微咔嗒一下，咔嗒一下，倒不会让车跳，但你就觉得那个咔嗒声有点不舒服。我转给大家听，不知道收不收得到，有没有？就这个故意转出来，就是这个咔嗒声。这个是不是链条没调紧呢？我再故意转一下，听得到吧？这个声音不太舒服。反正骑出来录到什么就跟大家说。来，进。哇，这整个油门都调得很线性了。骑这个车转油不会给你恐惧感啊。我一会稍微带低一点的马力，我稍微带低一点的档位试试看会不会有恐惧感。2档进，哎呦，全油出弯。哇，这个750级能让我全油出弯，是表示什么？马力还是不太够。都已经逼近公升级了，按说，我骑公升级很少敢全油出弯啊，但这个车2档我敢全油出弯，说明什么？说明可能马力不是那么强。这个马力不是那么强，体感上好像没有那么猛到时候去做一下60到160吧。我本来期待这个750能够更快一点，但是刚很明显看我2档是全灌油门出去的，它也是很顺的爬上去啊，它也不会说一般可能有120匹马力以上的车。全油门出去，你要很小心，不然车会拉着你跑，或者说我们根本就是会慢慢灌，直到大直道我们才给全油。它是我很明显，刚刚是还在做前脚的时候，我油门就已经全给了。看一下刚刚这一趟，左侧前脚做了45度，右侧是46度，还很稳定，应该还可以再做，还可以再做大啊，一切都没有摇晃，什么都很稳。我们再做一趟吧。就怎么说，就一切都很线性，大给油啊，全油，来大给油，哇！我
觉得这个低扭也很好，我全程3档跑就可以了。OK， 前面退进，刹车也好，它这个刹车不像675做的那么保守。675就很快 ABS 就触发了，这个还行呢。一会儿我重刹试试看啊。来，磨漆。下一个弯稍微带点重刹，哇，这车可以翘尾。刚那一把刹车后轮已经稍微抬起来了，这刹车调的比675好。675就是刹车调的太新手像，你想翘尾都翘不起来。很多人说，我要吐槽这件事了。很多人说 ABS 就是要调的不翘尾。ABS 要调不翘尾太简单了，它不给你刹车力道就永远不会翘尾了，就你刹不住它就不会翘尾了。但凡有足够的刹车力道的车，全部都得会翘尾才行。那如果你没有办法自己控制刹车力道，你非要买一个没有刹车力道的 ABS， 那我真的建议不要买太大排量、马力太大的车，因为 ABS 调成不会翘尾，车都刹不住。你炳哥说的只要跟你说 ABS 就必须防翘尾的媒体，我为我说的话负责，有一个算一个，全他妈是傻逼啊！然后我比较喜欢这个调教的方式，这个 ABS 它比较晚触发。675啊，那时候测评我也说 ABS 太早触发哦，这个 OK 啊，刹车也是两指可用哦。这个车高速弯很稳。那低速弯会觉得稍微笨一点哦。刚过几个低速弯，我这单手要弄它，会觉得你不反打一下，它不太倾倒。那高速弯就还好，高速弯就可以哦。低速弯会觉得车比较笨一点，跟他们其实自家的675比起来啊，675的低速弯要灵活蛮多的哦。哇，这个也算跑爽了，这车山路很好上手，主要是整个油门很线性，你开油不会害怕。当然你也不能乱开油啦，但是这个车开油不会让人感到害怕，所以每个弯出去就怎么说？每个弯出去你就觉得车辆很稳定啊，就刚跑给大家看了，就随便跑啊。刚刚第二趟过来，左侧做了48度，右侧做了46度，还可以再加。我觉得我要刚刚那条路极限点骑，大概做到53度没有问题，因为48、46还都很轻松啊，就车子一点摇晃、一点打滑迹象都没有，就还能再做更大的倾角。现在胎温前轮37，后轮41哦，胎温还不够啊，胎温如果再上来，咬地会再好一点。多说一点嘛，大概3000多开始就已经是可用转速了。我试一下它6档极限嘛，就进弯前不要掉到3000以下，油门一灌它就爬得上去了。6档怠速跑是时速30，稍微加点油。这有点咳嗽哦。6档1000多有点咳嗽，6档要到将近2000转。这里就不咳嗽了。6档到将近2000转嘛，这里。这里加就发动机就是正常工作状态了。然后你如果是我假设模拟一下刚刚弯道吧，一般3档嘛，3档掉到3000转，是吧？油门一灌，都是 OK 的哦。这整段都很好用哦，当然你不会说飞到掉到3000啦，但你哪怕是掉到3000，也都是转，都是很顺的起来，然后一直到9000都很好用。整个加速带非常的宽广，它不用像我之前骑一些小排量4缸车，
你只能用固定档位出弯嘛。这个每个进弯的档位容错率是比较高的，因为它整段这里都是有力气的，是吧？不用说一直 hold 在极高转速。好了，好的，就给大家拍到这里了。好的，750的第一视角就给拍到这里了。跑山好跑哦，低速弯比较笨一点，高速弯很稳，然后也是随便压了一部车，操控高速的稳定性很好哦，低速的灵活性差点意思。总结就这样，然后排气声音蛮纯粹的，挺好听的，也不会有那种哗啦啦的杂音，应该听不出吧？没有哗啦啦的杂音，唯独就是为什么我3档全收油稍微开多一点，它会咔啦一声。我现在还是可以复现这个场景，而且几乎无法避免的咔啦一声。反正我借到的车是这样，就这么跟你们说吧。好，第4角要拍到这里了，接着我们去测加速，然后测油耗，然后进总结报告，走。可喜可乐，又到我们总结报告时间了。好热呀，满头汗，不知道拍不拍得出来。所以讲简短一点了。先讲这个车，我认为最大的卖点，车帅，帅是最大的卖点了。另外质感不错，尤其是3角台跟仪表的第一视角质感。觉得很优秀，甚至比绝大多数10到15万元级的进口车的第一视角质感都优秀。我为我说的话负责，不信自己去拍10到15万进口车的第一视角跟他们的仪表。另外，声音蛮纯粹的，5000转以内的声音非常的好听。如果是高频音比较多，听起来就会比较散，它的声音是比较低沉，而且不是太轰头。所以我对声音有比较高的评价，无奈就是它过6000转以后，声音就会慢慢的变散。但是整个市区骑行，你是其实用不到6000转以后，它6档5000多转就已经120了，而且它的整个低扭表现比较好的，所以其实从3000到5000都是它的可用转速域。接着还有一个优点是，它的中低转是能用的，这个跟以前的500 SR。倒是截然不同的特性，甚至跟什么过去我试的张雪500也是截然不同的特性。他们都是低转没有，你一定要 hold 住一个8000往上才有力气一直延伸过去。那它应该是在4000左右就可以一直延伸到9000，所以可用的转速域还是比较高，而且进弯前不用刻意去 hold 住转速，所以导致它进弯的那个4缸的效应也没那么明显。然后低转速，反正出弯就灌出去就对了，这也是导致它山路我觉得比较好骑的原因。一般的4缸车，我们都要努力去把转速控制在一个高转区间，骑起来才会比较爽嘛。当然这个车不用。好，接着要讲缺点了。坏处就是它没有高转延伸性虽然一个4缸车中低转做得好是大加分，毕竟没有高转还是扣分，因为竞品都利用高转去压出更大的马力。但春风却把它往更街道运动调教，这可能会对专注于性能的消费者会觉得这个性能实在是太差了。它如果能多做2000转，这个马力能多，兴许能多个15匹到20匹，但春风并没有这么做，它还是比较往中低转的一个调教。我第一视角也说了，这个车2档出弯甚至可以全油出弯，就以100多匹马力的车子，按说我过去的经验就是这种车。想要全油出弯都要比较谨慎一点，但这个车的动力因为调得比较线性，出弯就很好出，但是坏处就是你会觉得动力好像就不太够，我就希望它后面还有一点，它就给不出来了。但这么听起来好像说，我们只要说到线性，大家就觉得动力很差嘛，媒体都是这样，只要说线性就是动力很差的意思。那动力差不差还得看实测数据。走，我们先去看这部车的各档级数。1档级数。透过画面可以看到，1档实测极速是103.5。2档实测极速是138.5。3档实测极速168.1。
实测极速194.7。好，回来了。5档6档我们没有测，道路长度不够哦，条件有限，多多见谅，麻烦其他媒体帮忙测一下。但是我们就4档194点多的速度来看，官宣破230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还有5档6档嘛，所以极速的部分，我认为也就是230多、240以内这个区间浮动吧。我们接着看它的加速能力，加速能力呢，0到100我没有做，因为我们过去做那个凯越450的时候，我们就说这种大马力的车0到100已经很难做了，跟骑士的水平差异很大。有人做3秒6，有人做3秒2，有人做3秒8，它可能是同一个速度，但是就是骑士放离合的方式不一样。而且这种1档100的车啊，你要让它半离合结合，几乎都要从0到70都要半离合结合，它才喷得出去嘛。如果你要做很快的100公里加速，烧离合风险的概率也比较大，所以我们没有做。但是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数据，在 B 站有一个比较有名测加速的 UP 主，我就不点名了啊。其实他过去曾经宣称750的100公里加速是3.1秒，这是有媒宣称的，我没有测，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有媒的数据。如果他过去的东西靠谱的话，3.1应该也算是一个很快的数据了吧？但是这是有媒的数据，我没有测哦。那我们实测的是60到160。60到160同样可以跟我们过去同骑士非同厂的车做对比，来看这个车60到160到底是多快。好，回来了。我们60到160的实测是5.3秒。5.3秒并不是非常快，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水平呢？我给2组参考数据，一个是我们过去同骑士非同厂做的春风6753缸，60到100是6.14秒，它是5.3。那另外一个同骑士非同厂测试的绅士703也是我测的，是5.87秒，那它是5.3，也就是说，它大概就是比绅士的703RR再快那么一截，但也没有快很多，一个5.87，一个5.3嘛。另外我再说这个车山路骑行的感受啊。我们在测极速的时候，觉得高速的稳定性特别好，这个也是比较值得赞许的。然后山路的话，大概是，时速100做大概45到48度倾角的时候，车的稳定性也特别好。也就是说，这个车的减震设定是可以容许你在高速的时候做大倾角的。有些车会比较摇，尤其我们第一视角拍的。有一个右弯过去我们很多车在那里都是摇过去的，但是750它的减震跟车架是撑得住的，它不会摇过去这点是大好评。但是这个车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缺点是，所有的低速弯大概5到60左右的低速弯，我都觉得比过去的哪怕是703，哪怕是675，哪怕是我们以前在同一个山路测试的 Daytona 660，它都显得低速弯更笨重，这个是完全能够体感得出来的。它就是没有那么犀利，没有那么灵活，但是到了高速弯就感觉不出来了。另外，整个测试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一个问题，虽然它的1、2、3档油门，不管是低转速、中转速，我们都试了，油门是不会穿的。但是它如果在一个快速断油、再快速开多一点的情况，它的车会传来一个咔啦声，咔啦的结合声。这个咔啦的结合声，我认为不太舒服。它不影响骑乘，但是不太舒服。我第一视角也录给大家听了，但我不太确定是这个链条，我借来这个是不是太松？调紧一点，不知道会不会好一点。现在大概是这个间隙，应该拍得到。或者是它发动机原本设定就是这个样子，这个不清楚，但我觉得可能会是个问题吧。不知道量产以后会不会怎样。我们借的这个也是还没有交车的试驾车，然后这个车还是比较加分的，领先友商的部分，我觉得还是仪表啦。尤其那个自定义我特别喜欢，我觉得所有车厂都应该效仿一下，下面所有东西都要让我自定义自己能干嘛。那整个总结呢，我认为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好上手的车。它好上手的原因还是在于中低转速域的可控，以及各档的中低转速域的延伸比较均衡。这就很好上手，就好像我过去测那个张雪500R 跟测无极的540缸一样，我就觉得无极的540缸是比较好控制的。张雪500R 它虽然做的比较极致，但是同样跑同一条山路的话，我就会觉得我要一直
控制住那个转速，对技术的要求比较高。那春风这个750的调整，我感觉也就是像无极5004缸的那样的调整，就比较注重中低转速，导致它的高转的延伸性没有那么强。另外，4缸车大家会有疑虑，4缸车的油耗是不是比双缸、3缸都来得高？尤其它做到这么排量我们也去测了油耗，油耗确实是不低接着我们请油耗仙人楚楚去带大家看一下油耗实测的过程。哎，又到我的环节了。750 SRS 油耗测试啊，老规矩，小 G 清零了。然后它这个油箱呢，因为它是无钥匙嘛，它在你通电的情况下，就是车辆通电的情况下，就直接掰这里一掰，然后就可以就开了。然后看一下油量情况吧，能看到吧？就里面那个铁片的位置。然后我看它那个油表也是没有具体格数显示的，所以反正100公里的时候看一下油量是什么样子吧。OK， 那就这样了。750 SRS 油耗测试，我们长话短说。今天的测试条件呢，就还是100到120吧，然后我尽量去不低于110，尽量去顶着120跑，然后还是200公里吧。然后这部车呢，它在100的时候巡航转速大概是4800左右啊，120就去到5100、5200了。小计里程100.4公里，现在的油量情况是这个样子的。它也没有明确的格数嘛，看上去像是掉了1/4或者1/3吧。那就这样了，继续骑。现在已经到加油站了，然后小计里程来到202.6啊。然后油量剩余就是显示这个状况。我后来观察了一下，发现其实它应该是有分成4格，现在就是1/4然后接着我们就进去加油看看吧，能加多少，尽量加满一点吧。OK， 总共加了11.15升啊，然后总共加了11.15升，跑了202.7公里，折算下来就是5.5啊。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测试条件是，我之前说是100到120嘛，然后我基本是顶着120在跑所以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120巡航的油耗。好的，回来了。我们以时速120的条件巡航，测出来100公里油耗是5.5升，这也是我们近期测4缸车算最高的油耗了。我认为这个油耗，哪怕是进口车再比它多个50匹的车油耗大概也就是5.5升。所以我认为春风在这个油耗控制可能还要再下功夫。5.5升确实是不低。好了，以上就是我们对春风750 SRS 带来的测评希望大家会喜欢。看测评，我只看小比摩托车评。爱你哦，拜拜。